大家好，我是阿曹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沉重也特别扎心的话题——戒网瘾学校。2026年2月1日晚，山东省德州市的环地祥龙素质教育基地，一所典型的全封闭式戒网瘾学校，爆发了一场震惊网络的学生集体抗议。导火索是一名教官再次对学生实施殴打，由一名学生助教辅助教官管理学生的学生发起号召，愤怒的学生们迅速响应。当晚，学生们突破了长期的压抑，集体砸毁宿舍门窗、铁锁、床铺和设施，甚至当着楼下老师和教官的面砸掉象征囚禁的铁窗。现场玻璃碎裂声、喊叫声此起彼伏，宿舍一片狼藉。平日里手持棍棒颐指气使的教官们，多位退役义务兵，在学生反抗面前惊慌失措，集体逃离现场。学生们砸学校的原因，悲源在于长期积累的极端不满。学校以军事化封闭管理著称，教官管理手段残酷，体罚、殴打、关禁闭已成为常态。学生被彻底隔绝外界，心理压抑无处释放。这种高压改造模式，本质上是利用恐惧和暴力强制服从，却忽略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，最终酿成集体爆发。事件视频在网络疯传，网友一片叫好，称其为起义。这不仅是环地祥龙这所学校的悲剧，更是无数类似戒网瘾机构长期虐待问题的集中爆发。这几年，只要戒网瘾学校这几个字一上热搜，基本就炸了。河南某特训学校学生被虐致死，江西某机构孩子离奇死亡，山东某基地电击疗法曝光。每一次这样的新闻一出来，家长都会骂几句太残忍了，必须严查。但时过境迁，家长们该焦虑，该送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，还是会排队送。最让人心里发凉的是，家长们明知道里面可能打人、羞辱、关小黑屋、逼吃泔水，甚至有孩子再也回不来了，还是有家长前赴后继，几万、十几万的往里砸钱，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送进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，很多家长真是被逼到绝路了。孩子天天打游戏、刷短视频，作业不写，课不上，老师打电话说要劝退，跟父母说话就是吼、摔门、离家出走，甚至有的一言不合就自残。家长什么招都试过了，把路由器砸了，手机摔了，网线拔了，房门反锁，没收零花钱，扇耳光，跪祖宗台位，哭着求，跪着求，全部没用。学校呢，只会说我们管不了，你自己解决。而正规学校里，所谓的心理咨询室不过是应付上级领导检查的摆设，聊两句，写个报告应付检查而已。去医院看心理医生呢？首先，正规的心理门诊寥寥无几，真的挂上号了，一次几百上千块，开点药吃完也没啥明显变化。许多家长已陷入极度绝望，感觉再不管就疯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孩子一旦沉迷手机，就等于废了。高考是唯一的出路，考不上好大学，一辈子就毁了。因此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快、狠、准的办法，花钱让别人管好孩子，自己只需交钱等结果。戒网瘾学校就抓住了家长们的这种心理需求。他们宣传单上写的特别好听，军事化管理，快速逆转，3天见效，感恩教育，1个月脱胎换骨，还发一堆视频，孩子之前叛逆的要死，出来后抱着妈妈哭得稀里哗啦，说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玩手机了。家长一看，心都化了，觉得这才是真爱啊，终于有人能治他了。再加上很多人小时候自己就是被打大的，骨子里就觉得不打不成器，严师出高徒，吃点苦头才能成人。所以机构里打骂、罚站、跑圈、背军规、写检讨，他们觉得这不就是放大版的家法吗？比我自己打还专业。但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很多孩子出来后没几个月就更严重了，表面听话，内心更恨、更自闭、更报复性摆烂。还有的孩子甚至再也回不来了。第二，这一切的根子其实就5个字：高考绞肉机。中国现在的教育说白了就是一场极其残酷的零和博弈。985是及格线，211是保底线，本科只是回本，专科基本算血本无归。高考落榜不是换条赛道，而是实打实的阶级滑落、社会性死亡。
一旦孩子表现出一点不愿卷的迹象，家长脑子里立刻浮现的画面就是孩子前途尽毁，自己老无所依，被亲戚邻居指指点点，在家族群里永远抬不起头。这种恐惧远比孩子挨几顿打更让他们崩溃。所以，当孩子沉迷手机、逃避学习时，家长想的并不是真正拯救孩子，而是拯救自己想象中的未来，拯救自己的面子，拯救整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回报率。戒网瘾学校于是成了极端工具，先用最粗暴的方式把孩子打怕、打服，逼出条件反射式的听话，再载回高考流水线继续刷题。短期内成绩往往能冲上去，因为孩子已经不敢不学了。家长看到成绩单泪流满面，发朋友圈感慨孩子终于醒了，却往往忽略了这份醒的背后是恐惧而非觉悟。第三，棍棒教育这套东西真的传了好几代。上一辈人许多都是在体罚中长大的，不打不成器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不听话就该揍，这些话他们从小听到大，也深信不疑。他们觉得自己正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变好的，因此认定这才是最管用的养娃方式。如今到处都在倡导尊重孩子、平等沟通、正面教育，但真正能做到的家庭却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没人教啊。学校不教家庭教育，社区几乎没有相关指导，网上信息又鱼龙混杂，真假难辨。双职工父母每天为生计奔波，回家已精疲力尽，哪有精力每天陪孩子聊心事，做情绪疏导？一旦孩子出问题，最省力、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外包，花钱把麻烦交给别人，让更狠的人去管，自己只需坐等结果。有人说，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极端利己主义，其实这正是一种隐形的责任转移。在教育孩子上，家长既想要好孩子，又缺乏耐心，不愿承受长期陪伴与成长的辛苦，只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。第四，国家催生和现实养娃的荒诞对比。中国这几年大力鼓励生2胎、3胎，补贴、延长产假、建托育中心，一系列红头文件接连下发，目的很明确：人口减少、劳动力短缺、老龄化加速、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，但生育率却持续下滑。为什么？因为养一个孩子已经把许多家庭逼到崩溃边缘。996工作制，房贷车贷压得人喘不过气，一个孩子就足以让夫妻争吵不断，精神抑郁，家庭鸡飞狗跳。再多生一个，那不是养育孩子，根本是给自己加倍判刑。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戒网瘾学校的盛行成了社会畸形发展的侧写。一个孩子都教育不好，管不住，还要花大价钱把孩子送出去请别人管，谁还敢生2胎、3胎？真是太搞笑了。说到底，戒网瘾学校的出现，从来不是孩子真的病了，而是大人病了，社会病了，教育病了，却把最无力反抗的孩子当作靶子，在他们心上扎下最深、最丑陋的一刀。戒网瘾学校只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深层问题的一种极端表现，它直指一个残酷却无法回避的核心：我们这个社会到底需要的是有创新精神的人才，还是听话顺从的牛马？如果真正需要的是人才，就该把重心放在教育改革和心理健康上，让下一代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、健全的人格、情绪管理的能力，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，而不是一边催生，一边让人疲于奔命。父母把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转化为焦虑，再传导给孩子，把孩子逼到崩溃边缘，最后还要自己花大钱把孩子送进暴力驯化工厂，把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训练成只会服从、只会刷题、只会考试的听话机器。所以每次热搜上出现戒网瘾学校时，我们真正该问的，从来不是机构有多黑，而是我们这个社会、这些家庭到底把孩子当成了什么？是需要被保护、被理解、被爱与温暖呵护长大的人，还是被驯服、被格式化、被塞进高考流水线的牲畜？戒网瘾学校的出现不是意外，它只是把千家万户里隐藏的焦虑、无力，这个社会里隐藏的暴力、虚伪，赤裸裸地摆到了台面上。只要听话和分数仍是唯一的成功标准，
那么这类地方就不会消失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按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